银狐皇太子才刚刚嫁给他，就跪着求女孩娶了他的好兄弟们。可见状，周围的人非但没有半分羡慕，反而嘲笑他是个傻叉大冤种。只因他们虽是星际兽世的顶尖佼佼者，却因没有生育能力而被视为最低等的废物。只有女孩会将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殊不知他在贴贴后获得了一击必中的体质，次日便和被世人嘲讽是残次品的低贱兽夫生下了全球第一个融合度100%的超完美幼崽。此时夏夏被一阵心痛惊醒，睁眼就看到一位身披薄纱的美男子，接着脑海中出现一大段不属于他的陌生记忆。他穿越到慈尊雄卑的星际兽世，眼前这个男人是他今晚的夫士格雷斯，莱斯利公爵家的雄子，因为基因融合度低于30%，连兽化都做不到，因此被当作他继承公爵的贺礼送到了他的床上。而像这样的夫士他还有4个。夏夏试探着看向对方，还未找到合适的话语，就见对方慢慢褪去身上的薄纱，请此主享用。夏夏心头一紧，那个今晚我没有兴致。他的话音刚落，就明显感觉到男人面色一白，随后他突然起身跪在地上说，请此主责罚。话音落下，男人不知道从哪里找出鞭子，双手呈上。见状夏夏有点无奈，他明白原主是个靠虐待出名的变态女人，于是立马尴尬的后退。喂，你到底想干什么？男人直接匍匐在地，想获得此主恩宠。突然听到恩宠2个字，夏夏猛地记起这个世界的雌性有着绝对的支配权，并且第一次事后还会有专业的雄性管理机构进行检验，查验雄性是否有被恩赐过，如果发现还是完毕，则会遭受管制和责罚。夏夏盯着男人看了半晌，想到男人的身世背景，明明是公爵家的长雄，却被家人送给原主，完全无视生死。如若他再拒绝，可想而知之后的境遇。这个世界对于雄性非常苛刻，对基因融合率低的雄性更是苛刻。所谓的基因融合指的是可以自由在人形与兽形之间转换，融合率低的残次品也就是像格雷斯这般，身上看不出半点兽化，并且无法孕育子嗣。紧接着他开口，听说你现在是帝国第1军区的上校，以你的情况爬到如今的地位一定很不容易吧？此主不喜，我可以放弃现在的工作，留在家里侍奉您。哪怕男人这样说，夏夏也能从他隐忍的语气中听出不甘，但事实就是不管他如何不甘，此主都有权利禁止。只不过夏夏没有这方面的喜好，他只是忽然想明白一件事，虽有原主的记忆，但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依旧是孤立无援的。他确实需要一位亲密的、听话的、可操控的，还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解的人，带他更好的融入。于是夏夏起身走到男人身前，拿起男人手中的鞭子丢到地上，与此同时开口道，我可以赐你恩宠，但你要和我结服从契约。服从契约顾名思义就是从此往后只听从夏夏一人安排，如有反抗则会遭到精神惩罚，甚至严重点可以被精神抹杀。格雷斯闻言神情看起来并没有多意外，甚至有种果然如此的悲凉感。他就知道被誉为帝国最恶劣的雌性怎么会轻易放过他，闭了闭眼，认命般的低下头，遵命，此主大人。第二天的时候，夏夏发现自己低估了恩宠程度，也低估了雄性兽人的体能。扶着腰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他甚至不敢去看身体上的痕迹，因为双方都是初次服从契约，又需要打开精神海，一直征战到天明，契约方成。此时男人已经不在房间，这莫名让夏夏感到一丝放松，起身前往浴室。他忽然想到，这个世界雄性的生育能力也要看基因融合率，基因融合率低，几乎不存在生育能力，而且所有人的诞生几乎都是科技繁衍，自然孕育对这里的雌性而言非常困难。等他好不容易清洗干净，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换好衣服从房间出来，结果房门刚打开，就看到消失的男人跪在门外。此主早饭已经准备好，请您下楼享用。再次听到享用2个字，夏夏心头一跳，他现在算是怕了这2个字了。你起来，以后在家的时候可以不用下跪。地上男人身体一僵，没想到夏夏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感受了下精神海中存在的服从契约并没有发动的迹象，意识到这并不是强制命令，格雷斯才默默起身来到餐厅。站立在旁边的老管家已经先一步拉开了椅子，夫人，早饭是夫士格雷斯为您准备的，请您品尝鉴定。却听见夏夏淡淡开口，家里不是有厨师吗？以后这种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格雷斯日后不用做这些事。面前的南瓜粥看起来十分可口，温度适中，甜度也刚刚好。夏夏吃了一口就喜欢上了，然后就发现不论是老管家还是格雷斯都在盯着他看，瞬间有点无语。格雷斯坐下吃饭，管家你还有其他事情吗？没有的话，你要不一起吃，要不先下去休息，总之别站在这里。不，夫人我已经吃过了，我怎配和您同桌吃饭？我确实还有事情要说，您的另外4位夫士正跪在外面想要同您问安，不提这茬夏夏还差点忘了，让他们回去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成天往我这里跑，我最近不想见到他们。老管家看着淡定，说完这话就开始用餐的夏夏，只觉得自己今天起床的方式可能是有些不对，换做平时，夏夏不得第一时间叫进来看看，就算什么都做不了，摸摸亲亲肯定还是少不了的，这今天怎么还转性了？在老管家犹豫这一刻，夏夏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怎么让我自己亲自去？老管家立刻动了，这才对味，见老管家出去，面前还杵一个，于是他开口，你吃过了没有？格雷斯如实回答，那为什么不坐下来一起吃？不合适，哪不合适？夫士不可上桌。格雷斯的话音刚落，
不，夏夏这边就笑了，要么坐下来吃饭，要么从我眼前滚蛋。和这些人讲道理，既然讲不明白，那就不讲了。格雷斯惊讶于夏夏的表述，但莫名能感觉到夏夏似乎和传闻有很大的不同。他犹豫了下，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哪怕夏夏并没有使用契约的约束力强迫他听话。就在夏夏刚觉得可以好好吃饭的时候，消失的老管家再次出现。夫人，雄性管理机构的人到了。行吧，这饭是没法吃了。夏夏拿起桌上的餐巾擦了擦嘴，让他们进来吧。说这话的时候，刚刚坐下的格雷斯就站了起来。不多时，3位身穿黑色制服的雄性兽人就走了进来。尊敬的夏夏阁下日安，我们是奉命来检验您夫氏身体情况，还望准许。行，检查吧。夏夏说完，将目光看向格雷斯，结果发现男人身体绷紧，神情僵硬。就在他不明白格雷斯紧张什么的时候，听到为首的猪蹄手开口道：“格雷斯，请褪去你身上的衣服，跪下来让我们检查。”什么？等一下，你们打算就这么检查？夏夏惊讶的眼睛都瞪大了。殊不知对方突然听到夏夏这般问，还以为夏夏是不满意他们检查的太敷衍了，于是讨好的道：“阁下若是不满意，我们还可以将其吊起来检查，或者你希望我们怎么检查，我们可以依照您的意见来。”看着对方一副好商量的样子，夏夏冷笑着道：“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检查了。我不喜欢我的所有物被人看被人泡，日后我家的夫氏情况就不劳烦你们雄性管理机构操心了。管家，送客吧。”夏夏的话让空气都为之氤氲，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最终还是雄性管理机构的猪蹄手率先回过神来：“夏夏阁下，这不合规矩，我们没有，你们有没有规定我管不着。总之我家夫氏的身体你们不能碰也不能看，这样你们能检查就检查，检查不了就回去，我还有其他事情，没有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夏夏一副好心情就要告罄的样子，让雄性管理机构几人脸色都有些难看，偏偏又不敢发作乱说话，毕竟站在他们面前的此主不是别人，是凶名在外的夏夏公爵。好吧，既然夏夏阁下不悦，那我们就不强求了，就给你的夫氏一个合格标准，您看怎么样？我的夫氏只值得一个合格，虽然不知道这种合格标准是按照什么判定的，但肯定标准越高越好。优秀，值得一个优秀。猪蹄手立刻改口。看到夏夏满意才松了口气，既然没事了，那就管家送客吧。夏夏说完挥挥手，转身径自回到了餐桌。这早餐吃得细碎，格雷斯看着从他面前走过的小磁性，眼底的金色还没有褪去。刚刚那一刻，他甚至是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不然他怎么会听到夏夏竟然替他拒绝了这让人难堪、充满羞辱意味的身体检查？哪怕这是对每一位身为夫氏的雄性而言都要遭受的待遇，他有些想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可是雄性管理机构的人就这样听话的离开了，还给他一个优秀的评分。赶紧吃饭吧，等下要冷了，一会你不是还要去工作吗？男人落在他身上的目光犹如实质，他想忽略都忽略不掉，甚至觉得如果再不说点什么，格雷斯能在他身上盯出窟窿来。我可以去吗？格雷斯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也有些绷紧，像是还没有从原本的惊喜中回过神来。毕竟在这个世界中，雄性是在外工作还是相妻教女都得听此主安排。你不上班怎么赚钱养家？难道你还想吃白饭吗？好好工作，你现在才是上校而已，就算是我的夫氏也得是上将级别吧。说完后，夏夏又忍不住在心里想，最好把心思全部都放在事业上，别没事想着如何从他这里获得恩宠。他真的恩宠不动了。谢谢您，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绝对不会辱没您的声誉。面对格雷斯突如其来的鞠躬致谢，夏夏装模作样的点点头，总算是解决了一个难题。用过早饭，格雷斯就出了门，夏夏则叫来管家。在原主的记忆当中，他拥有3家制药科研公司，只不过因为经营不善，如今都在吃老本。作为末世中掌管整条药剂研发生产链的科研人员，夏夏怎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何况早在他醒来时就感觉到拥有治愈能力和进化力的灵泉跟他一起过来了。于是夏夏找管家要来了3家科研公司的详细资料。目前3家科研公司倒闭了2家，只剩下1家勉强维持，但也是随时倒闭的状态。老管家不明白夏夏怎么突然心血来潮过问科研所的事情，但还是如实回答了夏夏的问题。本以为夏夏会失望，或者嫌麻烦直接吩咐人去打理，就像是往常一般做甩手掌柜，结果夏夏却道说备车去1号所。就在夏夏去往1号研究所的路上，格雷斯已经抵达第1军区，甚至连他的长官斯诺普上将都亲自出来关心他，还好吗？需不需要让医生为你检查一下？传闻夏夏公爵极为残暴，以虐待雄性为乐，曾有人看到过从公爵府邸抬出去的一具具血肉模糊的雄性兽人身体，连一块好肉都没有留下。想到格雷斯如今成了夏夏公爵这种人的夫氏，还不知道都经历了什么，知道斯诺普上将误会了什么。格雷斯连忙道：多谢关心，但是不必了，我没有受伤，我今天是过来续职的。格雷斯知道斯诺普上将是在关心他，只不过他也确实不需要，因为夏夏昨晚真的没有对他做什么过分的事情，相反他好像把人折腾的有点狠。你要回来？斯诺普上将下意识睁大眼睛，夏夏公爵竟然会允许格雷斯上校继续工作？要知道帝国之内不知道有多少雌性觉得雄性外出上班属于抛头露面，不守妇道就应该把他们都抓起来。此时跟着老管家来到1号院的夏夏看着已经荒废的研究所内部，各种仪器器具都还在，唯一缺少的就是研究人员。于是他开口找人来将这里的园林重新修建，还有研究室整理出来，重新招一批研究员进来。还有帝国有没有比较火的明星，口碑要好的，给我找出1-2个，我有用。夏夏准备把1号院打造成帝国最强美妆研发公司，他就不信帝国雌性会不爱美。不得不承认老管家办事效率还是非常高的。30分钟后，园林工人就已经准备就绪，而敞开的大门走进来一位身姿婀娜的雌性，摘下脸上的墨镜，
近，勾起红唇。今天吹的是什么风？竟然将夏夏公爵吹到这里来了，这是在干什么？让人在院子里挖宝吗？夏夏从原主的记忆中搜刮出对方的身份，是经常与原主厮混在一起的蓝雅公爵。因为两人年纪相仿，又臭味相投，所以时常相伴着为非作歹。夏夏看着对方熟练的走进来，开口道：“你来的刚好，最近我打算重启1号院研究所，缺点资金，你投一些吧。”蓝雅公爵不由睁大眼睛：“你发什么疯？你不胡乱经营就是赚钱。”显然，就算是臭味相投的蓝雅公爵都信不过夏夏的经营头脑。夏夏自然知道这是原主的遗留问题，这次你可以安心投，赚钱了，我按照投资比例给你分钱。夏夏脸上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蓝雅盯着他看了半晌，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突然开始上镜，这对于他来说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要多少？蓝雅公爵被夏夏这副认真的样子弄得有些异动。先拿500万吧，不够再说。要这么多？蓝雅公爵被刺激到了，他想着最多100-200万也就够了，没想到夏夏一张口就是500万。只要是做生意都会有风险，我不能和你保证万无一失，但是我可以保证这次我是认真的。闻言，蓝雅再次动摇了。那好吧，我回去准备一下打给你。不过你到底要做什么？夏夏公爵家的这些研究所早在以前的确都是赚钱的，可随着前任公爵过世，夏夏接手以后，几乎下划线一般的倒闭。做什么你暂且不必知道，肯定是赚钱的营生。你抓紧时间，我只能等你2天，2天后筹集不到我就另想办法了。夏夏一副也不是非你不可的样子，让蓝雅公爵不得不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回去准备。目送蓝雅公爵匆匆离开，夏夏想着前期500万投资应该是够用了，没想到今天来这一趟还能有意外收获。老管家找的园林工人干活非常麻利，夏夏离开的时候，园内的清扫工作已经完成，明天不出意外就可以进行修剪和补栽工作。相较于园林的重新修葺，聘用专业对口的研究员则要麻烦很多。不过夏夏也不是很担心，只要薪资福利待遇给到位，她相信还是会有人来的。从1号院回来后，夏夏就觉得自己身体异常乏力，原主这身体素质还真是菜到没边，看来有必要锻炼了。揉着酸痛的肩膀回到房间，顺便准备泡个热水澡放松一下，结果没想到竟然在浴缸里睡着了。醒来时看到跪在浴缸旁边的格雷斯，那一瞬间仿佛梦回了前夜，吓了他一跳。你怎么在这儿？这一动就发现浴缸的水已经有些凉了，他竟然睡了这么久吗？格雷斯手上还拿着浴巾，显然是为他准备的。夏夏伸手接过他手上的浴巾，知道了，你先出去吧，我自己来就可以了。等格雷斯准备转身时，他忍不住开口，以后不要随便下跪，我不喜欢。背对他往外走的格雷斯脊背一僵，显然是有些没想到夏夏会这样说，没有回头，只是轻应了一声好，不是错觉。随着与夏夏相处的机会越来越多，很自然就能从对方身上感觉到与传言的不同之处。夏夏很快穿好衣服从浴室出来，睡了一觉让他身上的乏力感缓解了一些。只不过晚餐后格雷斯像是没有自己事情一样，时刻围在他身侧。终于夏夏转头看向男人说，你就没有自己的事情做吗？格雷斯微微一怔，好似没想到夏夏会这样问，静默了一瞬后开口道，您不需要我的服侍吗？作为家庭中地位最卑微的夫士，一切的行为准则都要以此主为先，此主的需求永远排在第一位，所以不论他平日里在外面是什么身份地位，只要回到家中，他就要保证夏夏需要他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出现，随时待命的程度。夏夏现在真的有些听不得服侍二字，我不需要，你去做自己的事情，不用一直跟着我，如果需要我会去找你。他真的不是奴隶主，真的不需要走到哪都有人跟随的程度。格雷斯看着小雌性脸上认真的神情，明白夏夏确实不需要他的服侍，本来这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他内心深处虽然不愿意承认，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我知道了。格雷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明显感觉到眼前的小雌性松了口气，看得出是很不愿意他跟随了。夏夏冲他挥挥手，转身往房间去，终于可以清静一下了。转身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对方眼底一闪而过的落寞。不得不说，老管家的办事效率还是挺高的。翌日一早，夏夏在餐桌上就收到了应聘者的简历，并且蓝雅那边的款项也已经到了吗？紧接着，夏夏飞快地挑出10名研究员的简历送到老管家的面前，这些今天下午约见一下，合适的话就留下，人员配齐就可以开工。哦对了，我让你找的明星艺人找到了吗？随即便听见管家说，已经有几位合适的人选，我想再找几位供您筛选。夏夏和老管家间的交流并没有避讳餐桌上的格雷斯，男人看着小雌性认真工作的样子，心底再次涌出了惊疑。传闻夏夏公爵不学无术，一心只知道寻欢作乐，可现在他都看到听到了什么？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听到夏夏开口道，格雷斯，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和你一起拜访下来私立公爵。突如其来的话语让格雷斯心头一紧，这是唯有身为主夫的雄性兽人才能享有的待遇，现在夏夏竟然愿意用在他一个夫士的身上。夏夏挑了下眉，怎么了？这有什么可惊讶的？我不能和你一起吗？不，当然不是，我只是没想到您会愿意和我一同回去见我的母亲，这是我荣幸。夏夏闻言瞬间明白过来，这八成又是类似雄性不能上桌吃饭的封建规定。那你记着这件事，回头我这边的事情稳定下来就和你一起。夏夏说完起身道，你慢慢吃，然后带着老管家出了家门。下午，夏夏从最后的10位研究员中选出8位留下，分别成立了2个研究小组，便商讨起了研究课题。2个半小时后，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可以回去了。明
明天正式上班，我希望大家不要迟到。夏夏刚说完，提起手腕看了眼终端上的时间，也就是他这一个举动，让在场的众人都看到了他终端上闪烁着绿色的光芒。有人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啊，夏夏阁下，你怀孕了吗？突如其来的惊呼让夏夏吓了一跳，甚至有些怀疑自己都听见了什么。此时面前站着的8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仿佛在看什么罕见生物。刚刚开口的年轻兽人伸手指了下他手腕处依旧不断闪烁的提示灯，这个是提示怀孕与否的。虽然帝国已经有数百年没有出现过自然受孕的雌性，可终端上这个提示灯的作用却深深烙印在每个公民的内心深处，他绝对不会记错。10分钟后，管家告诉他，公爵阁下，生育研究所的人可能很快就会找到你。夏夏心头一跳，什么意思？老管家一边努力平复着内心的震惊，一边开口解释，终端上的这个检测功能是与帝国生育研究机构关联，一旦触发，生育研究机构那边不可能不知道。夏夏此时是真的有些无语了，也就是说，她怀孕这件事已经被传播出去了。此时，帝国生育研究机构内负责监测自然受孕的研究员无聊地打了个哈欠。对于这项监测工作，在他们研究员心中已经等同于代班休息，毕竟过去的数千万年间，这个监测系统一直存在，却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任何反馈。事实就是，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帝国已经不可能出现自然受孕的雌性。数千万年间，雌性早已经更新换代，兴许能够自然受孕的基因早已经从所有兽人的体内消失。可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什么？那个预示着自然受孕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不仅如此，刺耳的警鸣声响彻整个研究所的上空。突如其来的警鸣声让整个研究所内的人都受到了惊吓。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今日负责在监测室执勤的林克疯了似的跑进研究所所长萨姆森的办公室，甚至都忘记了敲门。所长，我要汇报，刚刚有数据传回来，自然受孕监测系统有反应了。萨姆森原本严肃的脸上出现维持不住的皲裂，他不敢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开口的声音都骤然发紧。你刚刚说什么？自然受孕？自己没有听错。萨姆森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证实这不是自己胡乱做的梦。快，马上接收对方的身份信息，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对方。然而原本应该在他说完话后就该离开的林克站在原地没有动作。萨姆森不由得问，你怎么还不赶紧去？此时已经冷静下来的林克大脑也开始运转。所长，自然受孕监测系统我们之前未做更新，即便能接收到信号反馈，也没办法捕捉收录对方的身份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知道帝国有一位雌性自然受孕成功，但找不到对方是谁。萨姆森重重的一拳击在了桌子上。自然受孕，那可是自然受孕，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对方，一定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可是现在他们错失了这样好的机会，这将成为整个帝国生育进化的阻碍。于是他迅速开口，快，现在召集所有人到会议室。与此同时，另外一边，夏夏不知道帝国负责掌管生育的研究所此时正为了他的事情召开大会，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多关心，因为他发现整个帝国都没有售卖测孕试纸的，大概是所有人都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和困扰，所以也就不存在这种东西。但这对于他来说很是问题，如果现在他去医院检查的话，一定会成为稀有物种被缠上吧。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怀孕。他与格雷斯也就第一晚亲密接触了一下，虽然过程有很多次，可格雷斯他不是残次品没有生育能力吗？其实别说夏夏接受不了现实，就连负责开车的老管家此时也在怀疑人生。偏偏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日子虽然遭受了不少冲击，但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震撼。不是说能够自然受孕的基因已经彻底消失在人体内了吗？以至于晚间的时候，格雷斯下班回到家中，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太一样。不论是家里的老管家还是夏夏，看他的眼神都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格雷斯，明天有时间去做个身体检查吗？最终还是夏夏先开了口，他并不觉得这是自己的问题，所以问题一定出在格雷斯的身上。格雷斯愣了下，虽然不明白夏夏为什么要让他检查身体，但却并没有拒绝。可以，需要检查些什么项目？就关于基因方面的吧。他觉得这家伙或许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残次品，是个基因融合率非常高的大佬也说不定。听到这个，格雷斯抿了下唇角，眼眶有些泛红。我可以问下，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检查吗？夏夏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道，等结果出来再说吧。管家，明天你随他一起去。言外之意就是让老管家盯着点，不要给男人留下造假的机会。格雷斯的检测结果出来的很快，老管家拿回报告给夏夏过目时发现，格雷斯的基因判定与他之前所知道的并没有任何不同，他确实是帝国理论上的基因融合残次品。夏夏便放下手中的检测报告开口，你去联系一家医院，找一位这方面信得过的医生，我不想让太多人知晓。老管家的办事效率异常的高，很快就为他联系到了一位医生，对方在前几年曾是老公爵的私人医生，与公爵府有一定交情，保证不会对外泄露患者的个人信息。第二天一早，一番折腾下来，各种数据报告均显示她确实怀孕了。为她进行检测的医生在看到结果时直接从椅子上蹦起来，久久看着手中的报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这相较于医生的震惊，这一刻的夏夏反倒冷静下来。
下来了，我的情况如何？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吗？医生红了眼眶，一副激动狠了的模样。数据来看，您的身体情况一切正常，但是孕期的过程我们最好监测。帝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不多，可以说空白。说到这里，医生吞了吞口水，继续道：所以您愿意佩戴监测芯片吗？夏夏没有太纠结，可以。不过生育研究所那边若是找过来，也劳烦尤金医生帮忙应对一二。从医院出来，夏夏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1号院研究所。今日按照他的安排，8位研究员已经上岗。夏夏一看过他们刚刚展开的研究，提出了1、2点意见后，就去了办公室，将这些年与公爵府生意往来对象信息整合，挑出接下来可能用到的信息。他的研究一定会有结果，能等到结果产出后再考虑这些事情。就在夏夏忙碌工作时，老管家进来提醒道：公爵阁下，刚刚林赛伯爵发来邀请，说是要为他第3个幼崽举办百日宴，希望你能过去。夏夏有些意外，我就不去了，准备个礼物送过去吧。说完，夏夏便和管家一起上了浮游车。他突然说：格雷斯所在的第1军区距离这里有多远？老管家愣了下说：距离这边不算远，您要过去见一见格雷斯吗？要是顺路的话，就过去看看吧，顺便将她怀孕的事情告诉对方。作为孩子的父亲，他觉得对方有权知道这个消息，就是不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把对方吓到。他倒是挺想知道的，勾了勾唇角，心底涌出些许恶趣味。此时第1军区内，格雷斯刚刚从会议室出来，就被人一把揪住了衣领。格雷斯，你到底使了什么手段？男人眉头微蹙，他的长相偏冷，这般动作时整个人都透着说不出的凛冽。格雷斯抬手挥开对方抓着他衣领的手，拉开距离道：科菲上校，请控制住你的情绪。闻言，周围还没有离去的几人也纷纷劝说道：是啊，科菲，你冷静一下，特殊军团的组建是斯诺普上将亲自任命给格雷斯的，你不满可以找斯诺普上将去反馈，你找格雷斯做什么？这样的话不说还好，说出来。科菲转头看向对方，头上的牛角险些划伤对方。他凭什么？他一个残次品凭什么负责特殊军团组建？他一定是使用了什么手段，迫使斯诺普上将不得不答应。格雷斯将自己被扯乱的衣领整理好，看了眼被众人拉住的科菲，完全不想与这种脑回路奇葩的家伙争辩什么，自以为很聪明，但也不想想，斯诺普上将难道是傻子吗？见格雷斯要走，科菲立刻叫唤起来：怎么，我难道说的不对？要我说，格雷斯，你既然已经成为夏公爵的夫士，就该老老实实的留在家里伺候好你的雌主，还继续留在军区做什么？你一个残次品，我要是你老早就回家了，可不会留在军区给大家添麻烦。就在这时，有看不过去的人替格雷斯鸣不平：科菲，你别胡说，格雷斯上校回来工作是他雌主允许的，何况格雷斯上校对于军区的贡献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科菲却不为所动：你少在这里替他说话，说再多他还不是一个夫士而已，而且这辈子也只能是一个夫士。残次品就要有残次品的觉悟，特殊军团交给这种人能有什么大的发展？格雷斯抬眸，眼神凉凉的看向科菲，感觉到格雷斯眼底的不善。科菲勾起唇角：怎么，你还不服气？不服气咱们出去比划比划。科菲，你是不是疯了？格雷斯怎么可以和你比划？你要有什么不满就去找斯诺普上将反映，别在这里欺负同事。科菲笑了：看吧，连你也觉得他是一个残次品，根本不可能和我们这些基因融合者相提并论，不是吗？那么这种人为什么还要继续留在军区？要比可以，你输了呢。格雷斯突然平静的开口，目光却依旧凉凉的。然而他的问题却让科菲突然笑起来。哈哈哈，我输了，你在开什么玩笑？我会输给你这个残次品？如果我输了，我立刻离开第1军区，行不行？可以，希望你说到做到。格雷斯应答得非常迅速，就好像科菲真的会输一样。旁边人看不下去，忍不住劝道：格雷斯，你也疯了吗？这种事情能是说说而已吗？你们两个都先冷静一下吧。不必了，既然科菲上校对我如此不满，就一次解决吧。科菲上校应该也不是说说而已。就在两人剑拔弩张的时候，从外面跑进来的警卫员大声道：格雷斯上校，您的雌主来看您了。他这带着颤音嗓子喊出来，顿时让现场的气氛一凝。众人还来不及反应自己听到了什么，就听一声嗤笑从科菲口中传出：格雷斯上校在家怎么惹你的雌主生气了，竟然让他追到这里来，刚好等下让他好好看看你的不堪，让他认清楚什么是残次品。格雷斯没有理会科菲的废话，闻言快步走过去：我的雌主在。他刚想问跑进来的警卫员夏夏在哪，还未说完，就见夏夏带着老管家走进来，并且看到他们这群人，略有惊讶的道：格雷斯，你在忙吗？夏夏确实没想到格雷斯这边竟然有这么多人在，暗道自己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他语气带着一点惊讶，却并没有任何高冷和嫌弃，反而显得很温和，让在场的众人都是一惊。要知道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结婚，就算不是夫士，也从来没有雌主来第1军区找过他们。可格雷斯身为一个残次品雄性，还只是一个夫士，他的雌主竟然来到军区探望他，而且看起来他们的关系还很不错。格雷斯，你最好告诉你的雌主等下你要做什么。科菲冷笑着提醒，但眼底已经掩饰不住浮现嫉妒的神色。夏夏闻言抬眸看过去，轻轻挑了挑眉头，随后听格雷斯声音有些紧绷的开口解释。当听到格雷斯说要与科菲进行决斗时，夏夏饶有兴趣的看向站在不远处的科菲，对方眼底闪烁着的愤恨情绪显而易见。你有把握吗？夏夏没有阻止，只是轻声问出心中的担忧。我会尽力。格雷斯声音平稳，并没有因为对方是基因融合者有任何的心虚。夏夏不知道格雷斯的胆量从何而来，但既然他有信心，他也不准备阻止。
阻止，只是勾起唇角看向对方。你们两个决斗，不管输赢都是离开第一军区，但这未免不太公平。再怎么说，我家格雷斯所承担的风险更高，你作为基因融合者不会连这点魄力都没有吧？夏夏的话让在场的人脸色各异，但所有人都没想到，夏夏不仅没有奚落格雷斯身为残次品与基因融合者决斗不自量力，反而还维护了格雷斯的利益。更甚者，他刚刚还说了我家格雷斯，尽管只是短短3个字，也绝对不是他们这些雄性兽人轻易能够得到的。而夏夏公爵就这样轻飘飘地赐予了格雷斯上校。一瞬间，众人看向格雷斯的目光都有些许不同了。格雷斯上校，他真的只是夫士吗？怎么感觉连主夫的待遇都比不上他呢？科菲显然也没有想到夏夏会为身为残次品的格雷斯出头，随即便听见女孩开口：“那若是你输了，你就大喊500声自己是傻子吧。”科菲神情一怔，显然也是没有想到夏夏公爵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这个要求看似无伤大雅，但实际上侮辱性极强。就算没有谁输了决斗谁就离开第一军区的提议在前，光是这一个就足够科菲待不下去。不过他真的不担心输的人是格雷斯吗？众人此刻都有些为格雷斯担忧起来。万一格雷斯输了比赛，夏夏公爵会不会责怪他无用？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夏夏并没有去关心，而是看向格雷斯问道：“你有信心吗？”简单的一句询问透着一点浅显的关心，但在这一刻，对于格雷斯而言已经足够。甚至今日夏夏突然出现在这里，对于格雷斯都是一种极大的奖励。他点点头：“我会尽力，不会让您失望。”夏夏笑道：“不必在意结果，输赢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但你不要受伤。”在知道格雷斯要与科菲进行决斗时，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呼：“什么情况？格雷斯上校要与科菲上校决斗？基因融合者和残次品是不一样的，哪怕科菲上校的基因融合度不高，但他的身体已经被强化，完全不是残次品能够比拟的。我还是觉得格雷斯上校太不理智了。”在众人窃窃私语中，格雷斯与科菲的决斗也拉开了帷幕。科菲头上的牛角异常显眼，这是他作为基因融合者的身份象征。虽然只有33%的融合度，但是他的身体强劲度却是远超格雷斯的。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格雷斯狼狈的下场。他在心里忍不住这样想着，身体已经在第一时间先对格雷斯发起了攻击。格雷斯高挑的身材看上去就没有科菲壮硕，但他并没有因为两者的差距显露惊慌，反而从始至终他看上去都很淡定。面对科菲的进攻，他应付起来甚至可以说有些游刃有余。他没有直面科菲每一次的进攻，反而都很巧妙地躲开，然后在科菲身上某处落下一击打。一开始所有人都下意识觉得科菲在满场追着格雷斯跑，但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都发现科菲的每一招都被格雷斯巧妙地躲开，反而是科菲每一次都接下了格雷斯的攻击，就算身体被基因融合强化过也架不住伤害叠加。没过多久，众人就发现科菲的攻击速度和力道降了下来。夏夏勾起唇角，这场决斗让他认识到基因融合者与所谓的残次品间其实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或许这和基因融合度高低有关，但整体来看，基因融合者不过就是比残次品多了一个可以兽化的技能而已。但可以完全兽化的基因融合者目前帝国之内还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半兽化的他们应该也就是拥有比残次品强悍一些的体魄。训练场上突然传来高呼声：“赢了！格雷斯上校竟然赢了科菲上校！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躺在地上仿佛已经失去所有力气的科菲看着蔚蓝的天空，耳边是即使压低声音依旧显得异常聒噪的议论声。他不用去仔细听也很清楚他们此刻在议论什么，无非就是他输了。他想着格雷斯应该很高兴吧，他赢了他赢了身为基因融合者的他，绝对是一件值得炫耀和夸赞的事情。科菲觉得他的世界已经灰暗，等待他的将是无尽的嘲讽。然而格雷斯却没有理会他，而是在胜利后走到夏夏面前说：“我赢了。”他语气平静，神情看上去也很自然，可莫名的夏夏就是有一种眼前人是在用最平静的态度寻求夸赞的感觉。很厉害。夏夏这样说完，偏头看向依旧倒在地上的科菲，出声道：“阁下可不要忘记之前的约定。”原本躺在地上的科菲上校爬起来，他没有转身，声音带着一种悲怆：“我虽然输了，但我不会食言，更不会违背约定。”说到这里，他忽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口：“我是傻子，我是傻子，我是傻子。”围观的众人瞬间猛圈：“卧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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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斯看了眼操场上的骚动，就很快将注意力放在夏夏身上。“您今天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正兴致勃勃看戏的夏夏闻言抬眸看向格雷斯：“我今天去了医院，顺路来看看你。”格雷斯很快就 get 到夏夏这句话中的重点：“医院？您身体不舒服吗？”夏夏意味深长地看着他：“没有不舒服，只是有些事情需要确定。”“什么事情？我可以知道吗？”格雷斯有某种感觉，夏夏兴许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他竟然有些紧张。方才与科菲交手的时候他都没有紧张，这会儿面对夏夏时他反而紧张起来了。夏夏却仿佛没有感觉到他情绪上的波动，而是将注意力再次放到正在大喊“我是傻子”的科菲身上，随即问了一个问题：“你喜欢孩子吗？”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格雷斯面上一怔，显然他想了很多种可能，唯独没有想到夏夏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随后他告诉夏夏自己的答案：不讨厌。事实上他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整个帝国生育都是一项难题，别说基因融合者生育困难，他一个残次品更是不可能拥有后代，所以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喜不喜欢，就算喜欢又能怎样，这辈子他都注定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子嗣。夏夏这一次
次感觉到了男人的紧张，忍不住勾起唇角。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这句话他说的声音不大，却足够格雷斯听见了。话音落下的同时，他清晰地看到男人的瞳孔骤然收缩，接着就见向来神情比较淡漠的男人脸上出现掩饰不住的震惊。夏夏对对方表现出来的震惊很满意，笑着看他，医生已经检查过，不会出错，我没有怀疑，我只是没有想到。格雷斯低下脑袋，轻声回应，他看起来很慌，却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冷静，但这有些困难，因为他的大脑正在不断重复着夏夏那句：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孩子是他的，他要当雄父了，这怎么可能？今天就是过来告诉你这个消息的。没事了，你继续工作吧，我回去了。夏夏欣赏够了格雷斯的神情，满意的准备离开。他很清楚，这个消息应该足够格雷斯消化很久。格雷斯还没有冷静下来，突然听到夏夏要走，本能的开口：我送您。不用了，你忙吧。夏夏摆摆手，带着老管家离开。被留在原地的格雷斯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甚至被这个消息刺激的眼眶都泛起了红晕。其他人见夏夏离开，忍不住好奇心纷纷凑到格雷斯面前。格雷斯，我真是小瞧你了，你竟然赢了科菲，这下科菲该老实了。格雷斯上校，你的词主回去了，他来找你是有什么事情吗？就在众人压不住内心的好奇问东问西的时候，格雷斯挥开众人快步离开，他要找地方先冷静一下。众人目送他离开，都有些不明所以，怎么回事？我咋觉得格雷斯赢了科菲反倒不开心呢？刚刚我看他眼眶都红了，是不是夏夏公爵不满意这个结果？不能吧，要是不满意这个结果，之前又怎么会维护格雷斯上校？等到科菲上校喊完500声自己是傻子想要去找格雷斯的时候，却发现人早就不见踪影了。这一刻，科菲上校深深地感受到格雷斯是真的从来都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因为此时的格雷斯已经无心理会科菲，他满心都是夏夏怀孕的事情。这回回到办公室的他，心情已经有些许平复，更是完全意识到夏夏告诉了他一个怎样的秘密。就算格雷斯不是专门研究生育的专家，也很清楚自然受孕意味着什么。如果夏夏自然受孕的消息一旦曝光，足够轰动整个帝国。意识到这一点，格雷斯深深吸了一口气，眼神也变得凝重起来。他收拾好东西，没有在第一军区多留，匆匆驾驶悬浮车离开。当夏夏换好衣服，从楼上下来准备吃些东西时，就看到匆匆赶回来的格雷斯。不等他开口，格雷斯已经第一时间走近他，并开口道：我们聊聊可以吗？词主，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目前知道的人多吗？不多，知道的都可以信任，我不想声张，更不想成为谁的研究对象。见夏夏这样说，格雷斯绷紧的神经松懈下来，格雷斯的目光忍不住落向夏夏平坦的小腹，他真的很难想象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孕育生命。随即夏夏便看见格雷斯眼角泛红，却露出了极为温暖的笑容。谢谢您。他没有说出口的是，要知道帝国雌性只会与身为主夫的雄性结合人工培育子嗣，而身为夫士的雄性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可现在夏夏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份而否定他的存在，注意到格雷斯眼中的热忱，这让夏夏莫名觉得很不自在。好了，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要去吃东西了。丢下这句话，夏夏匆匆离开了餐厅。他没有再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而是全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很快，他的第一代养颜膏就要问世了，定位功效主要在除去疤痕上面。参与养颜膏研究的4位研究员都没想到他们竟然能在短短1个月时间研发成功。于是夏夏打算召集一些志愿者来试用产品，他将这件事交给了老管家。就在夏夏交代的时候，会议室的门被敲响，打开会议室的门，果然是送午餐过来的格雷斯。夏夏率先开口：格雷斯，上次说有空要和你一起去拜访下莱斯利公爵，我这边刚好有时间，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没想到这件事竟然不是夏夏随口说说而已。格雷斯眼底泛起一点意外，但很快回道：我随时都行，那就下周日吧，等下次你在休息的时候咱们过去。而看着格雷斯感激以及老管家惊讶的眼神，夏夏则格外淡定。他之所以要去拜访莱斯利公爵，也不全是为了格雷斯，只是想通过这层关系进入到莱斯利公爵的圈子中，只要关系到位，还愁日后他的产品没有销路吗？3天后，夏夏已经从几千张照片中筛选完了志愿者，他会向对方寄送产品，并且会支付一定程度的试用费用，要求则是需要对方每日记录疤痕消退的情况。其中一位叫麦伦的男人曾是一名消防员，在一次紧急救火中不幸烧伤，导致他半张脸都到了毁容的程度。他本是抱着几乎不可能的心理来做志愿者，却发现用到第3天的时候疤痕明显淡化了，而用过1周的时候疤痕居然已经彻底消失。他兴奋地将对比图发到了网上，由于他消防员工作的特殊性，那篇帖子很快便爆红整个星际，不过却是褒贬不一，有些人选择相信，有些人却说是无良商家恶意 P 图营销。不过这些夏夏并不在意。终于这周末到了要去拜访莱斯利公爵的日子，一早夏夏换好衣服从楼上下来，老管家已经提前准备好拜访莱斯利公爵的礼物。很快他们就抵达莱斯利公爵府。其实当莱斯利公爵在知道夏夏要陪同格雷斯回家拜访他的时候，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可思议。毕竟格雷斯是去给夏夏公爵做夫士的，帝国人都知道夫士不过是地位低等的玩宠而已，是夏夏高兴就可以随便
便处置都不需要知会莱斯利公爵的存在。因此，这是莱斯利公爵第一次好好正视格雷斯这个在他眼中最为败笔的存在。这个废物一般的小儿子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不知道他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说服了夏夏公爵和他一起回来拜访。不多时，莱斯利公爵就见到在管家陪同下一同进来的格雷斯与夏夏公爵。夏夏当即发挥了自己强大的社交属性，与对方攀谈起来。忽然间，他注意到格雷斯站在一边，不由得说：“你也坐下吧。”莱斯利公爵将这一切收入眼中，眼底泛起一点惊讶。看来夏夏公爵对于自家的这个熊仔真的很重视呢，这让他不由得更加开心起来。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莱斯利公爵提早就让管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此刻起身邀请夏夏去餐厅用餐。他们过去时，餐桌旁坐着两个年轻雌性，即使还没介绍，夏夏也知道这应该就是格雷斯口中的两位姐姐。莱斯利公爵笑着为夏夏介绍：“这是凯莉和凯亚，知道您今日要过来，所以特意留他们两个在家，大家都坐吧。”莱斯利公爵说完便要拉着夏夏坐下，结果就见夏夏对一同过来的格雷斯道：“你坐我旁边。”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惊，显然他们都没有想到夏夏会突然说这一句。然而夏夏却神情非常自然，仿佛并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哼，格雷斯让你坐，你还真敢坐？离开家连点规矩都不要了吗？坐在对侧的凯亚嗤笑着讽刺坐下来的格雷斯，眼神满满都是嫌弃。夏夏闻言看过去，他很清楚这句话看似是在说格雷斯，实则也是在说他，毕竟是他要求格雷斯坐下的。至于原因，夏夏不用细思就知道，无非就是雄性不能上桌吃饭那一套罢了。怎么了？格雷斯如今已经是我夏夏公爵府的人，还要守莱斯利公爵府的规矩吗？夏夏一脸无辜地看向莱斯利公爵，好像真的不明白，要和莱斯利公爵探讨一下。莱斯利公爵其实也没想到夏夏会允许格雷斯上桌吃饭。要知道，在帝国除了身为主夫的雄性外，其余身份的雄性都不可以上桌与雌性一同吃饭的。就连在外面的餐厅，雌性与雄性也是分厅制度，甚至大多数餐厅还会贴上禁止雄性入内的标语。不过此刻他倒是没有觉得多不适应，反而内心有些得意夏夏对于格雷斯的看重。要知道，格雷斯身为残次品，这辈子只能是夏夏公爵的夫士，而身为夫士的他竟然得夏夏公爵如此看重，这难道不是他们莱斯利公爵府的荣耀？莱斯利公爵笑道：“夏夏公爵说的对，如今格雷斯已经是夏夏公爵府的人，您怎么要求他就怎么做是应该的。凯亚，格雷斯的事情以后你们少管。”夏夏神情不变，却突然对凯莉、凯亚两姐妹好奇起来。凯莉和凯亚，你们现在在哪里高就？是不是都已经结婚，搬离公爵府独立生活了？莱斯利公爵则表示，是都各自成婚，有了自己的主夫雄性，不过他们两个没什么本事，都还留在家里住着呢。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两位姐姐也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要我说，还是得出去工作见见世面。夏夏说这话的时候，好似真的在为凯莉和凯亚着想，脸上的笑容不要太真诚。可这些话听在凯莉和凯亚两姐妹耳朵里，却是满满的嘲讽，讽刺她们没有见识，都结婚了还窝在家里啃老。偏偏莱斯利公爵没有听出，真当夏夏是为了两姐妹着想。哎呀，夏夏公爵说的对，我也经常对他们说不能成天这么混着，只可惜他们不听，哪里像夏夏公爵这般能够独挑公爵府的大梁呢？我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我外面的名声别人不知道，莱斯利公爵还不知道吗？但是人可以混一时，不能混一世。公爵府既然交到我手上，肯定是不能让其在我手上毁掉的。对了，我这次来带了一些我们1号院的新产品，可以除疤的，效果还不错。莱斯利公爵若是需要可以试一试，这是我们所研制的第1代养颜膏，目前有除疤美白的功效，后期还会增加淡斑除皱。莱斯利公爵若是试用后觉得好，可不要忘记帮我向大家多多推荐。一定，咱们两家的关系，这都是自然的。对了，下个月中旬是李芒亲王的40岁诞辰，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参加。听到这话，夏夏就明白今日来此的目的基本已经达到。他之所以会来拜访莱斯利公爵，就是要让帝国资历比较老的莱斯利公爵引他进入更高的社交圈子，毕竟上层那群人才是真正的有钱人。饭后，夏夏和格雷斯并没有久留，离开后，凯莉和凯亚两姐妹忍不住抱怨，以前只知道夏夏公爵是个混不吝的，现在才知道原来他这么会装，都是圈子里混的，谁不知道谁，还教育起我们来了。莱斯利闻言将刚刚端起的茶杯放下，他说的也没错，你们两个既然如今都已经结婚，就该有件正事，你们要是能有一个像他这般优秀的，我也不至于这么丢脸。与此同时，另外一边，夏夏想着，他相信莱斯利公爵一定会在好奇心驱使下使用他送去的养颜膏，毕竟这养颜膏对没有疤痕的人更好用，会让肌肤提亮美白。事实上，夏夏想的没错的，当天晚上睡前，莱斯利公爵在洗漱完就把养颜膏当面膜敷上了。翌日一早在照镜子时发现，自然光线下他的肌肤是肉眼可见的白嫩，甚至早饭时，凯莉凯亚还很惊讶地问他，母亲，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吗？您今天的状态看起来很好，好像都变年轻了。闻言，莱斯利公爵心头狂跳，忍不住拿起镜子对着脸照来照去，没想到夏夏公爵还真有能耐，这什么养颜膏还真是有效，我不过是才敷了1天，这对比就出来了。于是莱斯利公爵因为自己状态完美，美滋滋出门见了朋友，收获了许多夸赞，极大的满足了虚荣心后，也确实帮他做了推广。随着时间推移，1个月后，官网上关于1号院养颜膏的消息越发多了起来。起初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商家营销的一种手段，可是渐渐的很多人发现，这好像是大家自发的，并不是有谁在背后推波助澜。所以夏夏这边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就在民众的推波助澜下上了热搜，养颜膏还你美丽容颜。然而接下来几天，夏夏
却觉得整个人都特别困，甚至忽然晕了过去。格雷斯当机立断和老管家带他去了尤金医生那里。半个小时后，尤金医生看过手中的报告，眼底划过惊讶。格雷斯，这事和你有点关系。自从夏阁下怀孕后，你们就再没有身体接触过，是不是？这句话尤金医生说得很含蓄，但格雷斯听懂了，他点了点头说没有过。得到他准确回答的尤金也忍不住感叹一句，我早该提醒你们的，人工培育的胚胎都需要补充各种营养，又何况是自然受孕，这本身就是需要雄性共同参与的。夏公爵目前这种情况就是体内的胎儿缺少雄父的精气补充，可以说是有些营养不良的表现。格雷斯忍不住问道，这种时候不会对胎儿有危险吗？当然要注意一些，按理来说不需要太过频繁，按照目前报告上的数值显示，你们回去后至少这1周内要补给3到5次，症状才会减缓。格雷斯听懂了尤金医生的话，点点头，我会尽力去做。夏醒来时，尤金医生就将他方才同格雷斯说过的话同夏又说了一遍。当听完尤金医生的话后，夏沉默了半晌，问了个问题，孕期要一直保持吗？这个我会给你们制定一个计划，基于您现在已经出现症状，所以肯定是要频繁一些，后面恢复正常就可以降低频率。就这样，他们一起回了家。夏此时看起来一派自然，心底却乱糟糟的，因为他根本没想到这个世界怀孕后还要增加生活，他的3观都被撞倒了。从医院回来，夏肚子虽然不疼了，身上的倦意却还在，他的面色甚至是说有些过分苍白，可即使这样，小雌性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脆弱，这莫名就很容易让人心软。格雷斯形形色色的雌性见过不少，但唯独没有见过像夏这般懂事的，懂事到让人心疼。他更希望夏可以露出脆弱的一面。注意到格雷斯的沉默，夏抬眸看过去，眼底带着疑惑，你怎么了？还有其他事情？格雷斯隐去眼里的心疼，柔声道，尤金医生说的那件事情我们今天晚上就做，可以吗？不会很轻的，不会伤害到你和孩子。一想到他们在商讨的事情是什么，就让夏觉得尴尬又不好意思，故作镇定的点头，好。接下来大家不喜欢的片段我们直接跳过。半个月后，由于2人按照尤金医生的要求贴，夏的身体已经缓和了许多，只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格雷斯在一次军部巡航中竟然遇到了星道团体。格雷斯在搏斗中遭受攻击，受了重伤。2天后，夏在接到消息时人已经躺在医院里，身上佩戴着各种仪器。医生面容严肃地同他讲，他的情况不太乐观，您要做好心理准备。他的伤在胸口处，并不算是特别严重，但问题是这次受伤造成了基因紊乱，他之前注射过基因药剂却并没有生效，所以他身体始终没有任何的受化形态。这次受伤激活了原本没有生效的基因，导致他体内2种基因产生了冲撞。目前我们只能用药物压制，但是如果得不到缓解，进一步就是基因崩溃。见夏沉默，医生又一次开口道，像他这样的残次品雄性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您无需过多在意。我这边的建议是放弃治疗，继续浪费金钱和资源已经没有必要，不必说了。夏打断医生的话语，他实在不忍听这些像是处理垃圾一样处理格雷斯的话，我要带他离开，管家去办理出院手续。夏没有同医生多说，这显然是通知而不是征求。医生顿了顿，没有再说什么，只当夏公爵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不好在这里处理掉这个残次品雄性，毕竟这种对外伪善的雌性他见得不要太多。斯诺普上将目送夏离开的身影，后知后觉意识到什么，说我们应该庆幸格雷斯他找到了一位好雌主，夏公爵没有放弃他。饶是斯诺普上将这些年见过不少雌性，可像夏公爵这般的还是第一个。回到家，夏让人将格雷斯安置在了他原本的房间，看着躺在床上陷入昏迷的男人，夏解开了男人身上的衣服，伤口处能清晰地看到缝合的痕迹，但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在伤口缝合处本该愈合的地方，竟然零星点点地长着黑色类似鳞片一样的物质。所以格雷斯当初基因融合的是什么生物？蛇类吗？夏有些好奇，于是联系了莱斯利公爵，询问格雷斯当初基因融合的病例。等他关掉终端，转头想要再看下格雷斯情况时，发现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过来。格雷斯微微张口说，那医生说了什么？我是不是不太好？如果觉得为难您可以直接放弃我。尽管不知道自己的伤势如何，但他能感觉到体内有一种异样的能量总想着宣泄而出，这很不正常。医生说你现在属于基因紊乱，是之前基因融合药剂留下的后遗症，严重点会升级成基因崩溃。你这种情况还挺有研究价值的，所以就把你带回来了。刚刚我联系了你的母亲，向她要你以前的基因融合病例，你愿意让我研究一下吧？夏说得很直白，丝毫没有隐瞒带他回来的目的，可听在格雷斯的耳朵里却全成了小雌性带他回来的借口。说这么多也不过是要安他的心，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般温柔善良、内心柔软的雌性呢？谢谢您，我愿意的，您需要我做什么我都会配合。格雷斯微微红了脸，如果夏需要，哪怕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只剩下一点价值，他也会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随即他便听见夏说，我需要从你身上采集一些样品进行化验。好的，格雷斯没有任何犹豫就应了一声。夏找来一些干净的试管，将采集下来的黑色鳞片一样的物质装入其中，紧接着夏径自离开。他刚刚已经收到了关于格雷斯当初基因融合时留下的病例，翻开病历，第一眼就看到融合物质黑龙基因 X190。而在他走后，格雷斯绷紧的身体缓缓放松，拿起桌上的水杯一饮而尽。
冰凉的液体却带给他更加汹涌澎湃的热潮。他甚至可以听见鳞片在生长过程中突破肌肤发出的破裂声，然后他就看到自己的右手被黑色的鳞片覆盖，长出了修长指甲，在他眼中变得利爪的模样。夏夏在书房填写好格雷斯的病历日志后，吩咐厨房为格雷斯准备午饭时多做一些好消化的。随后夏夏转身回房间，路过格雷斯房间时，却依稀从里面听见细碎的呻吟声。夏夏眉头微蹙，快步上前：“格雷斯，你还好吗？”随着他将门打开，格雷斯的身影消失在床前，藏进了浴室，一看就是出了什么事，不想让他看到。夏夏不免有些担心，走过去，但并没有贸然去开浴室的门，而是尊重地敲了敲：“格雷斯，你还好吗？”他声音轻柔，透着担忧。靠门而站的格雷斯忍耐着身体上出现的痛感，压抑着呼吸，放平声音回应：“我没事，我只是想洗个澡，不必担心，您回去休息吧。”尽管男人掩饰得很好，夏夏还是听出内里隐藏不住的压抑。格雷斯，如果你不舒服，一定要和我说，不要忍耐，不论发生什么，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夏夏并不意外格雷斯此刻的行为，大概是在担心，在他面前露出难堪脆弱的一面会遭到抛弃，所以格雷斯才不愿意在他面前露怯。这不是格雷斯的问题，是整个帝国社会造成的。所有雄性好像天生都没有什么安全感，是生来就带着压抑和卑微的负罪生物。于是他耐心的鼓励和引导，接着下一秒就传来看门打开的声音，然后夏夏就看到有血珠滴下，入目的是满地的血迹以及丢在地上的鳞片。夏夏抬眸看着被黑色鳞片包裹半身的男人，格雷斯站在他面前，没有被鳞片覆盖的半张脸毫无血色，苍白到近乎透明。他没有想到他的情况竟然进展得如此之快，但是他却并没有因为格雷斯这怪异的样子感到害怕，反而觉得有一种怪异的美感。他的打量对于格雷斯而言是一种无形的审判，他坚定地站在这里，好似在等待一个结果。他没办法变回以前的样子，只能以这副丑陋的样子示人。他可以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可是没有办法不在乎夏夏的想法。如果他从他的眼神中看到厌恶，他可以立刻去死。一直看着格雷斯的夏夏自然感觉到男人忐忑不安的目光，这不由得让他心软了一瞬，抬步上前，伸手去碰触他脸上的鳞片，这算是半兽化。没注意，锋利的鳞片割伤了他的手指，只是不等他收回手指，手腕就被男人轻轻攥住，接着他受伤的手指就被男人含入口中。夏夏原本白皙的面颊唰的一下就红了，你别这样。夏夏红着脸将手指抽出，只觉得原本还挺尖锐的气氛突然变得火烫起来。格雷斯眸色一暗，跪了下来，求您别讨厌我。他开口的声音异常沙哑，更是带着卑微的恳求，仿佛下一秒就会破碎掉似的。夏夏就知道这个家伙会这样。起来，我什么时候说讨厌你了？你成天都在胡思乱想什么？格雷斯闻言缓缓抬头，夏夏垂眸同他四目相对，眼神中依旧没有厌恶，仍然带着掩饰不住的惊艳。夏夏轻笑一声，你在这里胡思乱想什么？你这个样子不仅不丑，反而还挺漂亮的，至少我很喜欢。夏夏捧着他的大爪子好奇的打量，这些黑色的鳞片很坚硬，看起来也很冰冷，但实际上并不冷，反而温温热热的，摸起来很光滑，一点不难摸，带着一种宝石的质感。随着他的触碰，男人的呼吸不自觉地重上了许多。听出异样，夏夏愣了下，随后就看到男人潮红的面容，眼底泛起一点惊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什么。格雷斯，我这样摸你是什么感觉？格雷斯没有鳞片的半张脸上露出克制的神情，有些痒，仅此而已。夏夏看着他，很清楚知道他没有说实话，这分明就是动情时的表现，所以说这些鳞片很敏感。夏夏像是发现了什么，捧起格雷斯的脸，手指在他鳞片上拂过，又摸上他头上凸起的角。男人按在床边维持平衡的手不自觉地抓起，薄唇抿起，努力压抑着什么的样子。夏夏看到他额头上出了汗，更加笃定自己的猜想，眼底带上了笑意，手却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倒是要看看这个男人能隐忍到什么时候。小磁性眼底表露出来的笑意全部落入他的眼中，让他心跳加速，血液沸腾。他清晰地感觉到夏夏是真的不讨厌他这副样子。他将头轻轻埋进夏夏的怀里，没有附着鳞片的侧脸上泛着红晕，声音克制中带上了一抹哀求，别再捉弄我了，求您。夏夏轻笑出声，没有推开男人，反而轻轻摸了摸男人的短发。格雷斯，你现在相信我并不讨厌你这副样子了吧？格雷斯伸手圈住他的腰，小心地将他抱住，宛如恶龙终于找到宝贵财富一般紧紧守护。我知道错了，雄性都是很贪婪的，只要给他们一点机会，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向善良的人索取更多。此刻的格雷斯就是在得寸进尺。夏夏，亲亲我好吗？夏夏轻叹一声，想着格雷斯是不是真的被异化后的样子吓到，适当的安抚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所以他没有拒绝。夏夏在男人期待的眼神中凑过去，在他的额前落下一吻，很温柔，不带有任何情欲，只带着安抚的意味。一个吻落下，格雷斯像是彻底安静下来，附着在他身上的鳞片像是潮水般退去，不多时他就恢复了原本的样子，仿佛那些鳞片不曾出现过一样。夏夏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发生，忍不住问发生了什么。格雷斯眼底也带着惊讶，好似还没有回过神来，许久才道我不清楚，只是在夏夏那个吻落下的一刻，他只觉得绷紧的神经彻底放松下来，然后就发生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他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夏夏闻言倒也没有觉得多意外，想来这些鳞片多半还是受制于格雷斯的情绪影响波动更大，短时间内恐怕也不会做到收放自如的程度。于是次日，夏夏就带格雷斯去研究所检查了一下身体，然而等到照片出来后，发现并没有异常，不论是骨骼还是内脏都和正常人无异，看来基因融合并不会改变构造，就是不知道这是暂时的还是一直如此。他手边关于基因融合的资料还是太少了。
看来暂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格雷斯注意到夏夏眼中泛起无奈，于是赶忙转移话题。我之前听到您跟老管家的谈话，您的研究需要一支基因融合制剂。我打听到消息，后天晚上黑市托亚拍卖行会上拍一支浣熊基因的融合制剂。突然听见这个消息，让夏夏眼前一亮。真的吗？消息可靠吗？消息可靠，到时候我会和你一起去。你身体可以吗？要不别勉强了，我和老管家一起也是可以的。我已经没事了，我和您一起更安全。格雷斯迫切地说，我想跟您一起。好吧，真是个粘人精。2个半小时后，两人刚刚抵达黑市，就听见后面传来一道声音，让开，都让开。接着两人看见一匹巨大的白马在狂奔，他身后拖着一辆车，车上有一个宽大的铁笼，此刻里面正坐着一个俊美的白发男人，对方闭着眼靠着笼边，脸色苍白，微垂在身侧的手背上有着一个类似桃花一样红色的胎记。就在这时，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啥情况？又是掠来一位拉斐尔家族的雄性，那今天的拍卖会可要热闹了。那双漂亮的金童深受贵族的喜爱，每次他们出现都能卖一个好价。走走走，别卖了，收拾收拾去看热闹。夏夏见状询问起格雷斯，他们说的拉斐尔家族很有名吗？格雷斯则点点头，他们以美貌著称，家族的兽人都是白发金童，而且都是羽族基因。不过由于激活概率很低，拉斐尔家族的兽人基因融合者很少。格雷斯说完后隐晦地看了夏夏一眼，他有些担心拉斐尔家族的人出现会让夏夏心软，但事实上夏夏听完后也没多问什么，他并不想节外生枝，于是便和格雷斯来到了拍卖场。很快他要的基因的融合制剂便开始拍卖，夏夏一路从1500万加价到8000万，这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居然拍出了这种天价，究竟是何方神圣啊？然而夏夏却毫不在意，主持人落锤之后便和格雷斯交钱走人。夏夏准备转身离开时，突然传来轰隆一声，接着是地面震颤，轰隆的巨响又接连响起。格雷斯将夏夏小心地护在怀里，待情况稍微稳定一些后，格雷斯立刻道，我们马上离开这里。从房间里出来，原本有秩序的大厅已经乱作一团，方才他们进来的入口大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关上，此刻还能听见里面传出的哭喊声和隆隆的拍门声，显然整个拍卖行都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乱成了一锅粥。格雷斯搂着夏夏肩膀，小心护着她朝着安全通道走去。夏夏发现格雷斯对于这里似乎很熟悉，所有人听着，靠墙站好，我们无意与人为难，我们只想找回族人。突然传来的声音以及刺眼的灯光阻止了夏夏和格雷斯前进。听到族人2字，夏夏下意识想到拉斐尔家族，这些人是来营救那位的。就在他想这些的时候，脚步声临近，当为首的年长白发男人出现在他们身旁时，夏夏能清晰地感觉到对方的视线落在2人身上，对方显然没想到这里会出现一位尊贵的雌性，而且这位雌性他还认识。夏夏公爵突然被叫出名字，夏夏倒是有些意外，阁下认识我？我想帝国之内没有听过您名号的人很少，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那想必您应该已经见斯梅利安了吧？夏夏眉头微蹙，翻遍脑海中的记忆，夏夏都没有找到和这个名字的相关记忆，好似看出他的困惑。对方语气冷了一些，看来阁下还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还有事，就不耽误阁下了。回到家后，夏夏绷紧的神经才松懈下来，笑着与格雷斯攀谈起来。没想到拉斐尔家族的人会来营救，看来这个家族虽然弱势，但很团结。就是斯梅利安是谁？对方说话的语气好似他应该认识一样，可他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于是他看向格雷斯，他刚刚说的斯梅利安是谁？你知道吗？格雷斯闻言薄唇抿起，黑眸落在夏夏的脸上，好似在认真判断夏夏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对方是谁一样。见格雷斯沉默，夏夏挑了下眉，是什么很重要的人吗？怎么一个个都这个反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也是夏夏你的副士之一。格雷斯说起这话时语气很平静，可若是仔细辨认，就能听出内里隐隐透出的不爽。卧槽，真的假的？他连自己的夫士都没认出来不说，还忘记了对方名字，这下他扎茨的身份算是彻底落实了，而且明明是他的夫士，还被莫名其妙搞来了拍卖行，怕不会有人觉得会是他故意卖的吧？一时间夏夏想到种种可能，无论哪一种都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洗不清楚了。夏夏，别想别的了好不好？刚刚在拍卖行发生震动时我受伤了，有些疼。夏夏，可以抱抱我吗？温柔的叠音从他口中吐出的瞬间让夏夏红了耳廓。夏夏伸手捧住格雷斯的脸，你是在撒娇吗？男人没有躲开夏夏的碰触，只是单手轻轻握住她的手腕，好似不想让她逃离一般，一双黑眸灼热地看着她。夏夏不讨厌的话？是的。什么叫他不讨厌的话？那他要是讨厌呢？这么想着，夏夏也就这么问了，如果我不喜欢呢？格雷斯突然低下头抵住夏夏的肩膀，声音有些低沉，像是在克制。那夏夏可以惩罚我做任何事情。一夜好眠后，夏夏听见格雷斯突然开口问道，您要接他回来吗？夏夏则表示，如果他愿意回来的话，我不会拒绝。今日这件事总归是我失礼在先，如果不是对方是他的夫士之一，应该也不会沦落到被贩卖的地步。格雷斯没有想到夏夏会这么坦诚，好似连说谎话骗一骗他都没有想过，这让他一面欢喜夏夏的坦率，一面又不甘心与他的坦诚，饮下心底的酸涩。格雷斯不想让夏夏看出他的异样，一个善妒的雄性并不会得到雌性的宠爱，何况他只是夏夏的一个夫士之一，又有什么权利去干预这件事情呢？想到这里，他强撑着露出一个笑容，
夏夏，饿了吧？我去给你做早餐。格雷斯走出房门时还遇到了老管家，老管家对上格雷斯没有什么情绪的黑眸，什么话都没说。有些话不需要说得太明白，他相信聪明人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在帝国，雌性是要为国家贡献生育的。别说夏夏公爵目前只有5位夫士，再多也是可以的，更不要说未来还会有主妇和侧夫。这个家最不缺的就是雄性。与此同时，另外一边，斯梅利安被带回了宫殿，哪怕身上有黑袍遮掩，依旧能看到伤痕。埃诺尔作为他的父亲，并没有去关心他的遭遇和伤痕，而是说：“知道我今天在拍卖行遇到了谁？”斯梅利安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他没有给出回应，对于埃诺尔的话也毫无兴趣。他看向窗外，但其实窗外除了一片黑暗，什么都没有。埃诺尔好像也习惯了他这副样子，自顾自的道：“你的词主夏夏公爵，他身边还跟着一个人，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莱斯利公爵家的那个不受重视的熊子。你们都是夫士，他倒是好运气，知道吗？你的词主竟然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埃诺尔的话让原本平静看着窗外的斯梅利安眼眸泛起一点涟漪，但很快就恢复平静。他确实没有想到那位会出现在这里。事实上，早在当初他们被通知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不必留在公爵府时，就该想到对方对他们这些夫士不感兴趣，只不过没想到连名字都没有被记住。埃诺尔冷冷开口：“你知道就好，一会乖乖向你母亲认错。”闻言，斯梅利安再次保持了安静，仿佛没听见又或许听见了。但回去后，想象中的暴风雨并没有来临。拉斐尔族长甚至还一改往常的轻蔑嫌弃，在斯梅利安回来后热情地迎接上去，表现出一副慈母的样子。哎呀，我的小斯梅利安一定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总算是回来了。等下叫医生好好为你检查一下，可千万别留下病根。饿了吧？晚餐也一早就让人准备好了。斯梅利安绷紧身体站在那里，任凭对方亲热地摸他的脸，表达着心疼之意。一旁的埃诺尔虽然不解，却也并没有出声打扰。直到拉斐尔族长表演完慈母的戏份后，话音一转：“吃了饭好好休息，明天夏夏公爵会派人来接你回去。”一句话让斯梅利安眼底的嘲讽更盛，他看向一脸惊讶的埃诺尔，想问问对方：“这就是你说的不记得他名字？”他原本以为可以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谁曾想仍然无法逃离。埃诺尔闻言无法再保持沉默，询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刚刚，夏夏公爵亲自让他的管家发的信息，而且明天他府内的管家会来接你回去。拉斐尔族长的样子看起来非常高兴，这说明夏夏公爵对于斯梅利安还是很重视的，间接着也就是对他们拉斐尔家族的重视。第二天的时候，夏夏看向格雷斯说：“等会我要去1号院，你和我一起吧。”格雷斯的身体还需要再检查，而且基因融合制剂已经拿回来，也可以着手分析。一下子等待他要去完成的事情都变多了。格雷斯闻言自然没有异议，只是道：“您不等他回来吗？”斯梅利安突然被提醒，夏夏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让老管家去做的事情，我差点忘了，不过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愿意回来，我们等下就去，争取早点回来吧。管家应该会把他安排好的，他觉得自己在不在其实都没什么区别，可能他在的话，对方还会紧张也说不准呢。格雷斯知道自己这样试探夏夏的态度像是阴暗世界里的爬虫，非常卑劣，可他又控制不住，他需要确认夏夏对其他人的态度来满足内心的占有欲。见夏夏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斯梅利安上心，内心已经逐渐燃烧起来，名为嫉妒的火苗才慢慢熄灭。他们忙了一上午，进展并不是很顺利。中午在研究所这边用了午饭后，夏夏才和格雷斯离开，从1号院回到家，老管家已经回来，和他一起的还有斯梅利安。那日在黑市匆匆一见，夏夏其实并没有看清楚对方的长相，如今见面，对方白发金童，五官精致漂亮，身材消瘦却很挺拔，不得不承认，确实是一副很好的皮囊。斯梅利安早在院子里出现动静时就已经站了起来，此时他僵着身体，任凭夏夏把他从头打量到脚，像是审视，可其中却并没有让人厌恶的黏腻和贪婪。这让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一切的他心里稍安的同时，又矛盾的产生了不解。格雷斯站在夏夏身旁，尽管一早就知道斯梅利安会出现在这里，可当他真的出现在这里的一刻，他还是高看了自己的承受能力。紧接着他便听见夏夏开口：“楼上的房间已经准备好，日后你就住在这里，有什么需要的就和老管家说，我这边没有那么多规矩。”说完，夏夏又看向老管家：“辛苦你，带他熟悉一下这里。”夏夏点点头，没有继续的意思，跟着格雷斯上楼去了。虽然不愿承认，夏夏其实还挺不知道该同对方说点什么的，所以走的速度有点快，深究的话其实有点落荒而逃的意思。斯梅利安一直目送夏夏的身影消失在楼梯间，内心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老管家将他的神情收入眼中，很清楚他淡定的表面之下充满震惊的心情。想当初他也是这么过来的，可夫人他同一般的词主不太一样，日后多接触你就知道了。斯梅利安冰冷的一张脸上多少有着维持不住的裂痕，他想说，这和传闻里那个好色的夏夏公爵完全不一样。来之前他已经做好了会被夏夏公爵羞辱鞭策的准备，毕竟帝国之内关于夏夏公爵的传闻并不友好。可是就在刚刚，他见到了这位被公认的好色残暴的夏夏公爵，对方不仅没有言语羞辱，更没有要惩罚他的意思，还告诉他住在这里不需要那些规矩，这和他想的一点都不一样。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因为这一切都太不切实际了。与此同时，另外一边，格雷斯的手自然揽住夏夏的腰说：“斯梅利安看起来有些不安。”没想到格雷斯要说的是这个。夏夏挑了下眉：“那怎么办？难道要我去哄他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可以代劳。”夏夏看着一脸自然在为他分担烦恼的格雷斯，总觉得这家伙对斯梅利安过分关注，不过他不想在斯梅利安身上费心，有人代劳自然是好的。
的，点点头说：“随便你吧。”推开男人，夏夏转身去了浴室。虽然没做什么，但毕竟在研究所待了一上午，不洗下澡，他浑身都不舒服。格雷斯目送夏夏消失在浴室门后，薄唇抿成直线，眼底温柔的情绪消失不见，反而变得格外阴沉。当房间的门被敲响时，斯梅利安愣了下，随后起身将门打开，然后看着出现在门外的格雷斯。他并不认识对方，但知道对方是莱斯利公爵家的熊子，与他一样，都是被家族送给夏夏公爵的妻子。对方突然出现在这里，让他有些意外。你有事吗？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格雷斯语气自然，看起来好似真的是为此而来。紧接着他忽然开口：“我有话对你说。”